这里怎么有一只狗啊？你在哪里？它主人呢？你还跟狗玩？我要回家了啦。Cookies？ 喂，说话啊！不要吓我了。喂，你再不讲话，我要报警了啦！你还在家里吗？我马上过来啊！胡淑娟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喂，胡淑娟，喂，胡淑娟，醒醒啊！喂，胡淑娟，喂，胡淑娟，醒醒啊！喂。他情况怎么样？暂时度过了危险期，还需要密切观察。那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？很难说，要等病人的脑肿胀消退。但就算醒了，你们也未必能帮他录口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脑肿胀会导致一些后遗症，病人的记忆多数会受到影响。谢谢医生。妹，吴淑娟的衣物拿到了。他讲到一半，突然就发出了奇奇怪怪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就好像呜这样。然后呢？我就一直问他在哪里，他没有回答，我就一直找，最后才找到他。你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吗？嗯，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，当时附近没其他人吗？没看到。之后你就报警了？哎，我一直叫他快点走，他一直在那边玩什么狗，玩到命都快没了啦。什么狗？何娜娜没有狗毛。我是 Madam 高，请你们帮我化验一下 Michelle Tan、Jaslyn Yang 还有胡淑娟身上的狗毛，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品种？好的，谢谢你。我都叫他快点走了，你知道在那边玩什么狗，玩到命都快没了啦。什么狗？他好像看到一只狗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叫他不要玩狗啊，他好像说了一声 cookies。Ma'am，我用程式筛选出了胡淑娟案发现场的可疑人物，这3个人的名字又出现了：林耀森、王国胜，还有许兆志。尤其这个林耀森，他一共出现在3个凶案现场。Michelle Tan、Jaslyn Yang 和胡淑娟。
应该就是他了。 ，Ma'am，要不要带他们回来问话？先别打草惊蛇，我请鉴定科的同事化验了狗毛，确定了品种之后，才把他们带进来。 Yes, Ma'am，就是这里，发现何娜娜尸体的地方。10年了，你觉得还能够找出线索吗？总觉得应该来这里看一看，为什么在3名受害者的身上找到狗毛，何娜娜身上却没有？到底为什么？我们一直都把这4起案件当作是同一个连环凶手的所为，但这毕竟还是猜测啊。 会不会是凶手这10年间经历了什么变化？而何娜娜就是他第一个受害者。他当时只是在试验他的作案模式，在经历了第2、第3、第4个受害者之后，才确定了这个 MO。不管你的推断是什么，都无法从案发现场得到任何证实，不是吗？ 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细节。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何娜娜是个例外的原因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凶手的真实身份。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只要错那么一次，凶手就会无所遁形。我没有时间等他犯错。这些受害者留下的不止回忆，还有更多的伤痛。很多人因为这些伤痛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走下去。我想尽快的帮他们找回自己的人生。 君豪，你到这里巴士啊？一起啊！我不是回家哎，我要过去对面你要去哪里啊？宠物店。去干嘛？我想去问问那3个嫌犯带的狗是什么品种，我不想要搞错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要一起去？对啊，一起去。你们去哪里？我也要去。我们是要去调查，不是去玩。那更好啊，我也要去。走啦，带我去啦。 你也喜欢狗啊？还好。你家有养狗啊？不过希望以后有了自己的家之后，也可以养一只。你现在不住你自己家吗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。为什么要租房子啊？整间买下来不是更好吗？那你要不要买一间给君豪住呢？我 OK 啊，如果他需要的话。 Sorry， 让你们久等。请问你知道这3只狗是什么品种吗？这是雪纳瑞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雪纳瑞。这只是金毛。这不是拉布拉多吗？我也以为是拉布拉多。金毛和拉布拉多很像，很多人也会看错。你看，金毛的毛比较长，呈现波浪状，而拉布拉多的毛比较直，也比较短。 没想到狗的背后还有这么多知识啊！他是宠物店的老板，聊的当然是更专业的东西。你也很专业啊，一直问问题。哎，是啊，其实我发现到你对查案蛮有兴趣的啊。为什么只当 IT， 不去考警校当警察？没什么，走吧。来，告诉我啦。吴叔叔。 我还是看不惯平板。在这个勃起功能障碍的病人名单里，并没有那15个嫌疑人的名字。说真的，男人这方面有问题，未必会去看医生啊。
毕竟这种病比较难以启齿。只是可惜啊，一条线索就这样断了。我们还有狗毛的线索啊，我会催一催鉴证科的朋友。嗯。哎，你吃啊，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。就知道你会这样，我才买了一些不怕变凉的。啊，我看我以后呢，要买一些可以冷冻起来的食物才行。哎，这个沙爹好吃。狗毛的检验结果出来了，不包括何娜娜在内，3名死伤者身上找到的狗毛都来自同一只比熊犬。比熊犬，不是雪纳瑞吗？那么嫌疑最大的林耀生，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？除了林耀生，王国胜跟徐兆志的狗都不是比熊犬。本来有3个嫌疑人的，现在1个都没了。有没有可能林耀生家里还有一只比熊犬啊？那说不通啊！受害者的身上都有同一只比熊犬的毛，这就表示比熊犬必须在现场才对。55，关林，你们到3个嫌疑人的家里问话。 Yes, ma'am. 一凡，你跟我。 Yes, ma'am. Sir， 我车后箱的血迹已经洗干净了，你可以查一下。不要，Sorry, sir。 Thanks。这是什么？兽医诊所的名单。我已经把案发现场附近的兽医诊所进行排练，从最近到最远。我们就一间间的找，问问看有没有一只叫 Cookies 的比熊犬。 Yes, ma'am. Yes, ma'am.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调查工作了，是不是很怀念？也期待。你们找谁？警察。什么事？林耀生先生，我们正在调查一宗案件，想请教你一些事。OK， 请进。9月21日清晨5点到6点之间，请问你是不是去过布吉贝国家公园？请坐，谢谢。几乎每个早上都会去那里跑步。每天早上？9月21日应该也有吧？你说你每天早上都会去 Bukit Bay 公园，那为什么10月4日清晨5点至6点之间，你会出现在 Lorong Coast 国家公园 ？Lorong Coast， 因为我女朋友啊，她住在那里附近，我去她家过夜时，早上就会去那里跑步。那前天呢？你为什么又会出现在 Crescent Reservoir 呢？难道你有第2个女朋友？ Bukit Bay 跟 Crescent Reservoir 是link的，有时候我会跑比较远。你还有养其他的狗吗？没有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，这里没有。谢谢啊。前面。是啊。Ma'am， 有一名狗主的比熊犬，名字叫 Cookies。
从90年代问世以来 ，Cookies 就是网站用来记住用户的关键技术。它是小型的文本文件，是由字母和数字构成的，是网络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很早以前我就知道 Cookies 的重要性，所以也把我的狗取名叫 Cookies。Cookies，come。 Good boy。对广告业者来说 ，Cookies 是在线广告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标准。那面对科技巨头的政策，我们现在在直播。当前的广告世界又将面临什么挑战？郭文浩先生，我认为我们是警察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一宗连环杀人案。 Sorry， 演讲得暂时中断 ，But I will be back。请。郭先生，请问你10年前是不是去过伊斯雷国家公园 Sir， 我连10天前去过哪里都不记得了，更何况是10年前。方便你回想，这是 CCTV 拍到你10年前曾经出现在这个公园。那就是有吧。你刚刚回国对吧？我在瑞士待了几年，最近才回来。准确来说，你在瑞士待了10年。好像是吧 ？I lost count。你怎么看？太冷静了，他好像早就知道你们会去找他。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权力导向型的连环杀人犯。他性侵受害者，应该不是出自于色欲，他只是享受对他们完全的支配和控制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有可能是为了对抗自身的无能和无力感。他的勃起障碍。郭文浩的名字虽然不在本地的医疗名单内，但我总觉得他在某方面一定是有自卑。你有没有办法突破他的防线呢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就是鞋带吗？不然还会是什么？是凶器，凶手用这个杀了4名受害者。哦，这鞋带有什么特别啊？我也好奇。请问你养的比熊犬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你们知道的东西都还要再问一遍啊？警方那么没有效率的啊？请直接回答问题。我在演讲时已经介绍过，它叫 Cookies。Cookies，good boy。来 ，Cookies，喝水。结果一出来就会通知你们。麻烦你，请尽快。Cookies，你的主人到底做了什么啊？他也不会说话。来，喝水。我是郭文浩的代表律师，请问你们是以什么罪名扣留我的当事人？你们应该知道，你们只有48小时来决定如何起诉他，不然就要放他走。第一起公园凶杀案发生在10年前，之后10年内都没有发生相同的事件，凶手好像突然消失了。你在瑞士待了10年，几个月前突然回国，马上又发生了第2起凶杀案，你不觉得很巧吗？ Ma'am，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。
那该问谁？应该问茶楼。我警告你，别耍花样。巧合就是巧合啊，宇宙的奥妙我也解释不了，只能问天了。是 ，ma'am。你好，我是 SOD 的负责人高舒雅，这位是我们的顾问吴应球。你们好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了你的演讲。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想我很快就可以走了。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我想不到你们可以告我什么。看来郭先生对法律是有一点了解。我的 IT 公司面向全球扩展，天天都要跟来自四面八方的 IT 人才、投资者打交道，有点法律常识是必须的。不如你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告不了你？很简单，你们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。10年前我出现在发生命案的公园，10年后我回来，这里又发生了命案。So what？ 就算 Cookies 的狗毛真的出现在命案现场，那也是因为我经常带它去不同的公园玩。难道所有发生在公园的命案都要算在我头上吗？我虽然不是律师，不过我也知道，你们这些只是间接证据。如果没有实质的证据 ，Please don't waste everyone's time。你说漏了一点，我们查到凶手有勃起功能障碍。郭先生，你该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吧？是在侮辱我吗？啊，请你冷静一点，这只是一个有或者没有的问题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就来分享我的猜测吧。我猜，凶手应该是不能够忍受自身的自卑和无能，所以才会选一些身材比自己弱小的女生来下手，发泄在她们身上。虽然知道自己不行，但他还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还是个男人。你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下！快手！再说啊！现在告你袭击，我们正式拘留你。没事吧，妹妹？你们几时才会释放我的当事人？陈律师，吴警官，说真的，你当事人的 profile 怎么都一样的。这次不一样，郭先生他没有杀人，相信你们警方也没有任何证据。等48小时一过，你们就准备释放我的当事人。你的当事人有没有杀人，我不知道。不过刚才他辱骂了我们的警务人员，我们要告他袭警。哈哈哈！
我调查了郭文浩名下所有的产业，一共找到了3栋房子，1间豪宅跟2间公寓，还有他在一信路的那间科技公司。我等一下会把地址发给你们。我们知道凶器是登山鞋的鞋带，郭文浩勒死受害者后，也拿走了他们的鞋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重点放在鞋带上。到后面去看看吧。Yes, sir. 万一郭文浩把鞋带丢掉了，还是烧了呢？不太可能。郭文浩享受对受害者的完全控制，就算受害者死了，他也会不断地回味犯案的瞬间。对郭文浩来说，那些鞋带是战利品，甚至是他自信的来源。他绝对不会丢掉，反而会把鞋带收藏得很好。Man， 我还可以要那杯咖啡吗？这是你夺走的生命。你知道这条生命对所有爱他的人来说有多重要吗？这女生挺漂亮的。你知道我最好奇什么吗？以你的习性，要你10年不犯案，应该很难吧？你在瑞士这10年，应该杀了不少人，只是没有人知道而已。Man， 你把我说的那么了不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。你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？夺走一个人的性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？这不是神才能做得到的事吗？你觉得自己是神啊？当然不是。我也很同情那些受害者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我没做过那些事，也不打算认罪。我看你应该是误会了。我来不是要你认罪，而是希望你可以坚持自己的说法。我相信我自己的团队，我不需要你认罪。要是你在法官面前认罪，恐怕还会被减刑。这不是我希望看见的。何伯，你怎么来啦？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你，你都没听。哦，这几天我比较忙，什么事吗？我看到新闻了，来我家的那个记者小姐受伤进了医院，是吧？嗯。是不是那个坏人干的？哎呀，都是我。那时候他说了那些话，我一时气不过，就在心里诅咒他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能告诉我，那个小姐现在怎么样了？
，Ma'am，我带他去做拘留手续。他是不是那个坏人？娜娜是不是他杀的？何伯啊，我们进去里面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杀他？为什么？娜娜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？哎呀，为什么？Ma'am，我们去了郭文浩的豪宅、公寓还有公司，到处都跑遍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这边全军覆没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还在套取他电脑硬碟的资料，不过老实说，以郭文浩的 IT 知识跟经验，他应该不会笨到把证据留在电脑里头。Ma'am， 你没事吧？大家熬了一整个晚上，都累了吧？那个混蛋，到底把那些受害者的鞋带藏哪里去了？他那么狡猾，一定是藏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方。他根本就是看不起我们警察。有钱人都是这样的啦，你没看他的豪宅啊，名贵鞋子多到吓死人啊！有多少双啊？少说都有40-50双啊！去，猜不到我1/3啊！那些鞋子当中有没有登山鞋？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鞋子，就是没有登山鞋。不过有一点挺奇怪的，他有好几双鞋子，鞋垫都已经松脱了。不同种类的鞋子都有这种情形哎。有什么奇怪的？可能他穿很多次呢。鞋子看起来都挺新的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Ma'am，鞋子也要脱掉。Then, sir， 谢谢。谢谢。
君豪，怎么样？目前只能确定3条鞋带分别属于米肖丹、Jessie Liang 还有何娜娜，其余的47条还找不到受害者。Ma'am， 这47条鞋带是不是每一条都代表一个生命？以郭文浩的行为推断，不可能只杀了3个人，只是没想到，居然会找到50条不同的鞋带。50条人命。Ma'am， 我还查到郭文浩在瑞士的10年里，不时到欧洲各地旅游，而且一去就是好几个月。你说，他会在当地犯案吗？关林上次拜访过国际刑警，没有发现类似的凶杀案。你再联络他们，往失踪人口的方向调查。Yes, ma'am。虽然受害者未必是本地人，不过我明白的。找出他们的身份，至少能够给他们的家人一个答案。Cheers！ 啊！喂！你这样喝，等下怎么开车？所以你还是个 TP 啊？是 SOD。而且我也知道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今天难得这么开心，我一定要喝到够。等一下我叫车回家。到底是谁让你进来的？你又不知道啊？是你们最怕的无色。等一下，我们不是怕他，是尊敬他。哦，那我是他带进来的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尊敬我啊？敬你个头啊！开玩笑啊。唉，我真的很想喝 sake 耶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不去我介绍的居酒屋，那边的 sake 很好喝。Sorry， 我们是普通老百姓，每天上酒馆，我们吃不消。我觉得这里很好啊，比起那些居酒屋，我更喜欢这里，轻松自在。对啊，这里啊比较适合我们。好吧，嫁鸡随鸡，下次你们要来记得叫我啊。喂，你说谁是鸡？你是想要说入乡随俗吧？还是他懂我？哎，对了，这间咖啡店是我女儿的 BFF 爸妈开的，有空多来光顾啊。你女儿 BFF 的爸妈也关你的事啊 ？Of course， 我女儿的每件事都是我的事。是。糟了，我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 ？Cookies。鉴证科检验出来，娜娜的鞋带是被收藏最久的，她应该就是郭文浩的第一个受害者。所以从他身上找到的线索和接下来受害者有所不同。没能及时破解娜娜的案件，是我永远的遗憾。不过做警察一定要学会与遗憾共存。人也一样，你今天的表情跟那天完全不一样。你今天的表情跟那天也不一样。我真的是50步笑100步。之前还会劝你放下愧疚，结果自己却被受害者还有他的家人影响心情。这是你的缺点，也是优点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找你接手 SOD 吗？那是因为你为受害者们担心，就像为自己家人、朋友担心一样。要是真的舍不得，
可以不捐的。罪案发生后，犯人都有1000个理由来替自己辩解。有人需要钱，所以抢劫；有些被激怒，所以伤人。唯独性罪案，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能合理化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欢迎你们来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干杯，干杯！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伤害另一个人，这种行为所犯下的罪与恶，最为不可饶恕。老公，谢谢你愿意等我那么久，我准备好了。我有点累，你先睡吧。晚安。无边无际的宇宙，有没有属于我的角落？容得下我，容得下痛，容许我重新来过。可回忆有太过执着，紧追着在身后，谁为我住我的手？谁会紧紧抱住我？告诉我一切还值得拥有。But this pain won't go away。该怎么独自？警官慢走，谢谢。